这股力量代表了死灵异形舰船在历史记录里的最大规模集中。卡鲁决定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在与牛头人战团那位险恶的战团长阿斯特瑞昂·摩洛克商议过后，牛头人战团舰队被部署到了舰队主力战列线后方的第二梯队。该舰队由巨大缓慢的圣物突击艇克里特人戴达罗斯号指挥，12艘打击巡洋舰为这艘旗舰护航。如果敌人计划直接击穿海军的防线，星际战士舰队便随时准备在战线被冲破后发动致命一击，或者拦截任何突入部队，而非与死灵直接交战。卡鲁上将直接命令所有舰船保持阵型，并且只能按照命令与敌人交战。尽管这道命令让许多渴望战斗的舰长感到不解，但他们知道，如果自己抗命，随船政委便会处决他们。死灵舰队以惊人的速度从虚空中飞过，接近了帝国舰队。他们正在进入武器的极限射程。帝国舰队首先发出了怒吼，排列密集的驱逐舰、护卫舰和巡洋舰们从发射管中喷吐出数百发鱼雷，熊熊燃烧着的笔直火柱推动弹头冲向黑色舰队，而后者就在等待他们。死灵们毫不畏惧地向前推进，鱼雷群愈发接近，但他们并未试图改变航向或躲避。双方间的距离从数十万千米缩短为数万千米。但那些不祥的异形战舰并未进行机动规避，更没有开火反击。在阿里卡主宰者号的司令舰桥上，所有人都一言不发，屏息凝神地盯着鱼雷进入最终射程。突然，用于追踪导弹航迹的全息投影此刻疯狂闪烁起了红色警报符号，然后符号便消失了。在帝国战斗辽破仪甚至探测不到的某种力量影响下，数十枚鱼雷变得迟钝无力，同时另一半鱼雷则发生自爆，或者仿佛失明那样大幅度偏离航线。极少数正常飞行的鱼雷则被死灵舰船们轻易躲开，前者要么是以难以想象的高速从后者身边疾驰而过，要么就是在巨大墓穴舰那毫无生气的黑色船身上徒劳发现原子恶意，但它们数量太少，以至于无法造成任何实质性效果。死灵舰船仍旧向前驶来，在冰冷虚空中黑暗的衬托下，船身更显漆黑。仅仅片刻之后，双方舰队便接近了光毛射程的边缘处。死灵们开火射击，警报汽笛在帝国飞船们的舰桥上嘶嚎了起来。大量的重力扭曲现象被探测到以略低于光速的速度飞驰而来，但当帝国飞船上的机魂与沉思者确认其实质时，已经太迟了。冲向他们的是恒星碎片，这些毁灭性的箭矢在明亮的闪光中击碎了虚空盾，并残忍地轻松撕开了其内的飞船。在整条帝国战线各处，飞船无论大小都突然消失了。阿里卡主宰者号旁边那艘在大远征之前便为帝国服役的战列巡洋舰矫正号被击中船体中部并发生爆炸，这令舰队旗舰淹没在火焰与碎片中，从内到外都在颤抖。但卡鲁无视了周围的一片混乱，他命令帝国舰队驶向死灵的侧线并自由开火。光毛光束和电浆炮火在两支舰队间的虚空中形成了致命的光焰风暴，红炮炮弹和导弹呼啸而过，同时死灵们也进行着狂怒的还击。翡翠色和琥珀色的光芒明灭闪烁，击碎船体并撕开甲板。双方舰队缠作一团，飞船们驶过时彼此无情剐蹭。卡鲁则惊恐地看着全息投影，将混乱的战斗细节处理得井然有序。伤亡名单如同奇怪的机械神教符文那样在上面闪烁着，只有经过训练和强化的眼睛，才有望以这种速度领会其中的信息。他麾下的舰船中有整整1/4都已经被摧毁或被击残，而敌军被毁的船只却少之又少。卡鲁上将越发恐惧，同时已然飞过的死灵舰队凭着惯性移动并返回了航线，正好从后方进攻帝国舰船。对人类而言，这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但它就发生在了卡鲁的眼前，后者满眼都是不敢置信。死灵的第二波进攻甚至比第一波更具毁灭性，帝国舰船意外从自己弧形编队的脆弱后段遭到进攻，这是他们自己推进器的火光所造成的盲点，而且很多船也因为战斗损失而步履蹒跚，他们都成为了容易获取的猎物。而且有数十艘舰船在意识到危险或听到解散编队的紧急命令之前就被摧毁了。爆音级战列舰恩典护符号被噬阳者号困住，高斯射线将之一分为二，同时重型巡洋舰托波号被一群死灵掠袭舰无情撕碎，就像是一只牲畜被掠食野兽们困住了。帝国舰队的战线很快就被撕裂开了，舰船就像黑暗中的恒星那样闪烁并爆炸，幸存的船只正在徒劳地进行抵抗。他们要么是用舷炮和炮塔开火还击，要么就是把轰炸机和战斗机散落进虚空中，这些飞行器还经常被自己的战友释放出的防御炮火击毁。阿里卡主宰者号的专业船员们尽力让这艘旗舰进行了转向，用自己的船舷对准了一艘收割舰，在其倾泻而出的狂怒能量面前，后者的黑色船体如水面般泛起涟漪，并最终崩溃了。在一团苍白的绿色火焰闪光中，收割舰被炸得荡然无存。
但旗舰舰球上的胜利欢呼也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当3艘死灵掠袭舰从他身边近距离飞过时，这艘古老的战列舰再度摇晃起来。这3艘掠袭舰击溃了阿尼卡主宰者号的虚空盾，从舰首一路轰击到舰尾，炸毁了右舷的光锚炮塔，并让主引擎甲板陷入一片火海。舵手失去了对阿尼卡主宰者号的控制，这艘旗舰在黑暗中疯狂翻滚。当它坠落时，船员的尸体在他身后画出了一道尾迹。在这场可怕的大屠杀中，死灵舰船们不停盘旋俯冲，就像是前来大快朵颐的食腐鸟。2艘巨大的墓穴舰庄严地驶过这场试验的中心，摧毁了靠近自己的一切。而在那些靠近了他们的更小型舰船上，飞行员和船员们要么是被吓疯了，要么就是发现所在的飞船成为了自己的冰冷坟墓，船上的能量完全被吸光。而牛头人战团舰队所以都加入的就是这场血腥混战。牛头人战团那位阴暗的主宰者阿斯特瑞昂·摩洛克已经在自己的全息投影上观摩这场战斗。这位战团长很快就意识到，死灵舰船拥有更优越的火力、机动性和射程，与他们远程交战就是自杀性的愚蠢行径。于是他下令战团全员近距离突袭敌舰，不留任何预备队。他们的目标是死守号，因为摩洛克那艘古老突击舰上的机魂已经察觉到死守号是第1艘离开阿玛拉主星轨道的飞船，也是第1艘向帝国舰队开火的死灵战舰。凭借战士的直觉，摩洛克猜测那就是敌人的旗舰，是太空死灵主帅的所在地，也是牛头人们必须摧毁的目标。战团舰队采用了牛头状的进攻阵型，克里特人戴达罗斯号是被保护住的头颅，战团中的3艘战列母舰组成下颚，8艘打击巡洋舰组成牛角。舰队冲入战斗中心，引擎全速运转，直到最后一刻才熄火。战舰们的轰击炮和电浆炮塔释放出地狱般的火泥，完全不顾挡在自己道路上是什么，一头撞向了死守号。困在他们之间的帝国舰船被撞得粉碎，死灵掠袭舰也都被撞到一边。2艘收割舰调转方向，对着突如其来的星际战士舰船们开火射击。战列母舰风暴之女号腰队被炸成碎片，它曾是痛哭者战团舰队的骄傲。牛头人战团在巴达布战争期间将其变为了自己的战利品。太空死灵的交叉火力瓦解了他的整个装甲船头，但牛头人们并未减速，哪怕死守号自己的武器都已开火，粉碎了忠诚者拉姆达的左侧船体，并将3艘打击巡洋舰灰飞烟灭。跳光鱼雷、炮艇和全套突击艇从牛头人舰队的发射港呼啸而出，近距离冲入死守号及其附近护航舰们的船体中，而身后的战舰仍向着猎物无情开火，希望在船体上为跳帮队撕开可供利用的入口。12艘突击艇成功穿透了死灵旗舰的船身外壳，跳帮队发现自己身处于一间充满血腥臭气的藏尸所内，由黑暗的走廊与黑色的异形坟墓组成，恶毒的圣甲虫无处不在。幽魂们也依靠相位穿梭，越过实体墙壁前来进攻他们，就像抗体攻击入侵身体的病毒那般。牛头人们顽强的奋战着，敌人会现身于通道的每个转角，每一英寸阵地都是浴血奋战得来的。星际战士们一个接一个的倒下，高四射线将他们动力架烧得焦黑。墓穴间的防御者们用自己的利爪刺穿并撕碎他们的尸体，直到仅剩一支终结者小队。最终，这群满身伤痕与血迹的终结者杀入了墓穴舰庞大的中枢室。这片阴森寒冷空间的上方就是黑色金字塔结构体，冰冷的薄雾弥漫在此地，成排的石棺被幽灵亮光所环绕。位于其中央的则是一座座诡异的方尖碑，一张巨大的高台耸立在石棺之间，而那位恐怖的死灵霸主就站在上面，他披着一袭兽衣斗篷。终结者小队的战士们看到的最后场景是灵柩卫队所组成的方阵从重重的迷雾中站起身来，屠杀掉这些犯下重罪的星际战士们。好在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信号早已被发送了出去。克里特人戴达罗斯号已经几乎要撞上墓穴舰了，这艘旗舰受损严重，致密的装甲也遭到了撕裂损伤，但它仍然用轰击炮近距离开火。下方的终结者小队为其确定了攻击目标，连射而出的红炮炮弹炸开了40号的船体，减压令气体喷射成了一团好热的漩涡，内部的拱顶舱室也被暴露在了开放空间中。死守号像受伤的动物那般躲开，飞船的新月形上层结构快速闪过一道巨大的电弧，照亮了克里特人戴达罗斯号，令这艘圣物突击舰因冲击而旋转了起来。但墓穴号已经被损伤到了，船身内侧的无缝壳体已经被击破了。若非如此，无论是辽普仪还是瞄准器都无法将之穿透。而克里特人戴达罗斯号古老的传送引擎也在这一瞬间点火启动，送出了他们那饱含恶意的货物。随着传送所产生的脉冲渐渐消失，阿斯托瑞昂·摩洛克站到了喷涌而出的空气所形成的黑色旋风中，与之一并前来的还有30名终结者老兵组成的卫队，以及2台灭世者无畏机甲。
众人直面死灵大军的领主，双方没有开场白，没有互行战士敬礼，也没有进行言语挑衅或高呼自己的意图。摩洛克只是举起自己的黑矛，向着高踞于王座般高台之上的异形射出激光爆人术。这道金白色光矢强悍到足以击穿一辆战斗坦克的装甲。他击中了那只机械生物的肩膀，令其身形向后摇晃，但也只是引起了死灵霸主一阵长吼。他并没有感到疼痛，而且被激怒了。一柄闪闪发光的巨刃在冰冷的空气中物质化。死灵霸主伸出骷髅手，握住这柄苍白的黑曜石色利刃，如同一道雷霆从高台上跃下，一记反手斩击便切开了挡在他道路上的一名终结者，仿佛星际战士身上引以为傲的动力甲不存在那般。双方的战斗就此展开，霎时间，大厅中的所有战士都燃起怒火。风暴爆雷枪的激烈枪声与突击炮的怒吼声随着空气传递到了外侧虚空中。灵柩卫队和皇室卫队们从黑暗中走出，他们有着庞大的装甲躯体，身高是一名凡人的2倍。在牛头人武器枪案的映照下，其锈蚀的镀金死亡面具闪烁着金色和猩红色的光芒。他们手中要么是握着奇异的战杖，其上燃烧着的幽灵般烈火能将敌人化为灰烬，要么装备着巨大的斩刀和足以抵御最致命火力的高大分段式护盾。牛头人战团部队很快就陷入了困境，星际战士们围持的防御圈正在不断缩小，他们已经消灭了2倍于级的敌人，但那些倒下的异形却拖着残躯再度起身，或者是被从黑暗中无情走出的同族们所替代。摩洛克暴怒不已，他就和那些在其面前起身的死灵武士一样，不知疲倦的战斗者。牛头人之主胸中燃起冷酷怒火，他端起风暴盾抵御敌人武器的进攻，阵阵巨响随之响起，手中黑矛也不知疲倦的突刺劈砍，击穿装甲躯体，切断机械四肢。而那位太空死灵霸主也杀出了一条通往牛头人战团长的血路，身后留下被撕裂和切断的终结者，直到墓穴剑突然因一阵猛烈的进攻而颤抖起来，并开始疯狂的倾斜，船内的重力场也猛然震荡，死灵霸主突然摔倒，而古战士格纽翁也于其上方现身。这台无畏机甲挥起重拳准备进攻，包裹在铁拳上的致命能量场无声地搅动在毫无空气的拱顶房间中。这一道重击轰然落下，但蛇形毁灭者用利刃甩出一记精准的格挡，将无畏机甲的前臂炸为了一团烈焰和飞溅的碎片。墓穴剑开始倾斜得更为严重，格里翁步履蹒跚，无畏机甲的巨足打滑失去了抓地力。死灵霸主从地面上一跃而起，他用双手握住巨刃，对格里翁挥下了数次劈砍。陶钢碎片与火花从受创的无畏机甲身上喷涌而出，格里翁倒下了，他的一只膝盖被切断了传感器，咸色的血液和银色的羊水从装甲机体的裂口处泄露而出。霸主站起身来，准备进行最后一击，但黑矛也在这时刺中了他。摩洛克用这件古老圣器干净利落地刺穿霸主的后背，矛尖从装饰在死灵胸口处的十字状象形符号处破膛而出，其上笼罩着苍白的火焰与火扑色的电光。死灵霸主十分震惊，却又动弹不得。他在长矛上抽搐着，戴着死亡面具的头部向后仰去，发出了一阵无声的嚎叫。阿斯特瑞昂·摩洛克举起风暴盾，一把将死灵霸主从自己的长矛上撸掉。就在此刻，墓穴剑因遭受的冲击而再次摇晃，电浆武器的白色烈焰从外侧虚空点射着拱顶舱室的缝隙。凭借自己在数千场战斗中培养起的战士直觉，早在收割利刃从高处落下之前，摩洛克便做出了反应，举起风暴盾抵御霸主的利刃劈砍。这件古老的装备挡住了原本会将摩洛克劈成2半的一击，但在霸主那闪光刃的反复猛攻之下，风暴盾最终短路并喷出火花，很快便被砍碎了。飞船再次倾斜，二者彼此分开。当那破碎的骷髅形构造体退回到黑暗中时，摩洛克从那不死生物的猩红双眼中感受到了冷酷的恨意。牛头人战团长本人也被甩进了虚空中，他被麾下战士们的尸体所包围，仿佛身处漩涡之中。受创的死守号调整方向，挡住了星光，开始加速离去。微弱的光芒闪烁在黑暗虚空中。死灵舰船身后露出了牛头人战舰母舰，忠贞者拉姆达号那熊熊燃烧着的船体。这艘星际战士舰船发动了垂死一击，撞向了死守号，它也由此对死灵巨舰造成了足够的损失，最终迫使其撤退。随着其主宰者的舰船离开战场，死灵舰队也脱离了战斗，他们被击退了，却从未被击败，只在自己身后留下死亡和火焰。但噬阳者号与12艘为其护航的月系舰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他们从死灵舰队中分离出来，降落到了奥瑞克世界的暗面，而这颗星球的地表很快便被风暴与超自然辐射脉冲所吞没。其余幸存的死灵舰船和死守号则是不见了踪影，而在那寥寥数艘仍能追踪他们的帝国舰船的占卜仪上，这些死灵舰船已毫无踪迹，前一秒还显示在屏幕上的标记，下一秒就消失了。
太空死灵的地面大军虽然未被击败，但也被压制住了。不过对大部分幸存者而言，这充其量只是一场惨胜。俄尔普斯战斗舰队四分五裂，只有不到10%的舰船仍勉强处于战斗序列，而且每艘舰船都伤痕累累。至于其他舰船，燃烧着的船体和碎片所组成的电弧云团揭示了他们的命运。幸存的人们在整个恒星系的各处都能看到这座火葬堆，其中焚烧着俄尔普斯星区曾经的保卫者们。虽然摆脱了主要侵略力量的进攻，但阿马拉主星仍在燃烧，它现在已是数十亿死者的坟墓。人类帝国是用最可怕的代价夺得了胜利。所有幸存的帝国部队都被从废墟中尽快疏散，他们会前往外环世界阿马拉3号和卡拉马伊进行重组。但遗憾的是，剩余的平民被丢在了原地，任其自生自灭。帝国正在重新集结，并得到新的部队、战舰和星际战士的增援，一直在努力阻止太空死灵的前进。尽管分散的抵抗力量仍然顽强地坚持着，但在被新区总督卡尼布隆南恩剥夺了大部分防御后，阿坎提斯星团成为了下一个太空死灵攻击的主要目标。尽管在第一次攻击中部署的方阵比阿马拉遭遇的方阵要小得多，但他们仍然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在凯洛格登采矿世界，克里格死亡军团的整个第47装甲团在欧萨瓦底之战中全军覆没，但他们的牺牲使帝国军队包围了太空死灵的先头部队，并最终摧毁了它。许多血腥的胜利都没有被记录下来，因为帝国有更紧迫的事情需要解决。到了第41个千年的995年，俄尔普斯之战已接近其痛苦的结局，数以百万计的男男女女投入到战斗中，最终陷入血腥且难以维持的僵局。由于放慢美莱克王朝的速度，需要大规模部署，凯马尼姆星球中的混沌影响不断恶化，直到毁灭之力的仆从入侵边缘世界，但他们很快也会加入战斗，对抗太空死灵的入侵部队。在太空死灵对阿坎提斯星团推进的最前沿，帝国的损耗率很快就达到了60%，而且没有任何改进或收获。新的试探性攻击针对的是安拉菲和铸造世界迈尔。帝国军事家们确信，太空死灵的下一次大规模进攻将针对这些世界。俄尔普斯舰队和拯救舰队的残部拼命试图守住阵线，但在阿马拉战役中遭受严重损失后，他们已惨遭失败。在与异形审判庭的会议上，风暴星域军事议会得出的结论是，除了发起一场全面的帝国远征，否则俄尔普斯星区无法被拯救。但估计这在30到50个太阳年过去之前都无法实现。因此，星域当局向泰拉高领主请求颁布一项灭绝防御协议，该协议将清空俄尔普斯星区的剩余世界，并撤退到尤律狄克星区，而该星区的边界将被重兵把守。这些决定于第41个千年的999年得到了泰拉高领主的正式批准。此后，该法令被称为俄尔普斯法令。俄尔普斯法令有效地结束了俄尔普斯星区作为帝国星区的存在，其权利和十一税被废除，其历史记录也被封存。在异形审判庭的指导下，除了戈尔贡昆图斯世界外，俄尔普斯星区的其余世界都被宣告死亡。戈尔贡昆图斯将作为俄尔普斯拯救计划的集结点和总部，由附属于尤律狄克星区的米斯马库斯要塞世界作为新的帝国堡垒，将太空死灵拒之门外。俄尔普斯拯救战役将试图尽可能长时间地阻止太空死灵的推进，其中的许多军团被授予在战斗中牺牲的荣誉，同时将收回具有战略意义的资产，以便他们继续效忠帝国。战役的大部分工作集中在拆除铸造世界迈尔的珍贵设施，并将其迁移到吉尔加斯殖民地世界。吉尔加斯的领土和人民已被割让给机械神教，以弥补他们的损失。在许多其他世界，矿产财富和装备，包括军队、武器和弹药等军事资产都被剥夺，而这常常使当地居民在太空死灵或混沌力量的进攻面前失去任何保护。经过重新武装和修复后，牛头人战团和俄尔普斯舰队的残部随后对前俄尔普斯星区的12个主要世界实施了最终的灭绝制裁，以进一步减缓死灵的前进速度。几个军团，例如克尼格死亡军团的第134重步兵团，已经是擅长对抗太空死灵的老兵，于是被特意保留下来，并服从异形审判庭尤律狄克秘密会议的命令，负责管理在新领土上建立的帝国堡垒。这里曾经是帝国的恒星无人区，